这个男人有多好运，竟然被鬼新娘看中，捉走当了新郎。就在半刻钟之前，一队迎亲队伍缓缓经过荒郊野外。达摩的弟子和朋友听见声音，好奇地出来查看。微风掠过，掀起帘子，露出新娘模样，把在场的唯一成年男性迷得神魂颠倒。而对方则是神秘一笑。等轿子逐渐走远，小厮竟然飞了起来，剩下的两人怎么也拽不住。只见男人在空中漂浮，一阵蓝光闪过，就消失不见，把女人跟小孩吓得不轻。达摩听到声音出来查看，得知小厮神秘消失，他想也不想就施展轻功追上迎亲队伍。除了对方，哪里还有别的怀疑对象？可新娘出嫁，怎么能让一个臭和尚随意查看？老嬷嬷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。达摩施展武功对敌，趁其不备，一把掀开帘子，可里面只有惊慌失措的新娘，根本没有壮小伙的身影。达摩也只能赔礼道歉。老嬷嬷得理不饶人，夺命三连，对得和尚哑口无言。直到轿子里的新娘开口说话，才放过达摩一马。迎亲队伍继续敲锣打鼓，向着远处走去。而此时，新娘微微一笑，从袖子里掏出个小人儿，不是悲催的小厮是谁？男人拼命嚎叫，外面的达摩隐约有感，刚想仔细探查，迎亲队伍就突然消失。这不是有鬼是什么？回到老巢，鬼新娘张嘴吐出一股紫气，小厮迎风变大，恢复了本来样貌。春风吹起帘子的时候，男人觉得新娘美若天仙，殊不知对方也看上了她的身强力壮和眉清目秀。今夜就要洞房，小厮害怕极了。他虽然有点好色，但也不至于饥不择食啊。可房门上锁，小鬼众多，根本无路可逃。关键时刻，达摩终于顺着惨叫声找到了这里，和院子里的小鬼大打出手。老嬷嬷正在调教小厮，听见声音后，在鬼新娘的示意下外出阻挡。达摩正在屋外叫阵，忽然就看见一个小 boss 从2楼飞出，双方叫骂几句，就要使出兵器大战300回合。而此时的鬼新娘依旧在美滋滋撩拨小厮，无论外面天翻地覆，也不能打扰她的美事。可达摩的功力实在太过强大，权杖一阵，小鬼就死伤了一大片。老嬷嬷见状，甩出白绫缠住达摩的兵器，可两人的实力差距过大，反而给了对方机会。达摩顺势而上，一杖将老鬼给定死。如此这般的动静也惊动了鬼新娘，对方自知无法独善其身，动用法术将小厮再次缩小，然后下去找达摩麻烦。鬼新娘英年早逝，连爱情的滋味都没尝过，执念成魔，这才阴魂不散。所以今天无论是谁都不能阻止他洞房。达摩念了句阿弥陀佛，还想化干戈为玉帛，哪知鬼新娘不讲武德，大叫一声就出手。两人从地面打到房顶，又从房顶打到地面，打得日月无光，星辰俱灭。鬼新娘身法周密，长袖善舞，来回拉扯之下，达摩也占不着便宜。救人心切，达摩只能诵经念咒，驱使法杖对敌。鬼新娘只是挨上一下，瞬间骨肉分离，化作一堆白骨。施法者一死，被缩小的小厮也恢复正常。恍惚间回头一看，差点吓得半死。而达摩悲天悯人，鬼新娘虽然作恶，但也算是个可怜人，于是便挖坑掩埋，希望对方来世能投胎到好人家。经过此事，达摩的道行越发精深，距离佛陀果位也越发接近，而这也引起了留之三藏的感应。达摩不除，他一统中原佛门的大计就一日无法成功。于是留之三藏便动身离开北魏，前往达摩所在的南梁。南梁梁武帝当政，对佛门十分喜欢。那句南朝484指的就是眼前这位。三藏身为北魏国师，一身本领自然非同小可。恰巧南梁最近一段时间干旱少雨，三藏便开坛做法，使出看家本领，行云布雨。只见他手中宝剑绽放蓝光，委实神秘莫测，口中法诀一念，天空顿时风云变幻，狂风大作，乌云密布，伴随阵阵雷鸣电闪，宝剑直冲云霄，引来干天词语。梁武帝在宝座上看得目瞪口呆，事后在王宫里对三藏大加称赞，丝毫没有在乎自家僧侣的面子。南梁佛门盛兴，大法寺广智老和尚也有着不俗的地位，但奈何只会念经诵佛，没有开坛求雨的神通，对三藏前来出风头的行为很是看不顺眼。这里毕竟是他的地盘，你来了不低头就算了，竟然还喧宾夺主。老和尚暗恨，但既没有本事，又得不到皇帝支持，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。另一边，达摩四人会合后继续赶路。小厮刚在女鬼洞府一夜游，现在却依旧不知道收敛，有什么热闹都爱往上窜。达摩见状，施法念咒，定住了他的2条腿。什么时候心静下来，什么时候就让你能自由走动。四人本想到王城里见见世面，却不料城门旁边却贴了达摩的通缉令。三藏妖言惑众，怕不是已经彻底说服了梁武帝。不仅仅是他，广智老和尚也心怀不轨。
自然族里的高小禅曾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一枚舍利子，老和尚得到消息之后就一直念念不忘，五次三番前去找事。这几天达摩等人正好闯进他的地盘，老和尚丝毫不要脸皮，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出手。幸好达摩再一次及时赶到，都是念佛的，修为却差远了，老和尚也就只能欺负普通人。面对实力强劲的达摩，3、4个回合就被打飞。老和尚别的不说，轻功倒算是一流，跑路那叫一个快。打跑了秃驴，达摩带着3人继续赶路，而女孩高小禅也在不知不觉之间产生情愫。只可惜和尚一心念佛，对于情情爱爱没有半点心思，女孩也只能是给瞎子抛媚眼，白费功夫。两人之间的氛围逐渐暧昧，一旁的小神医却又碰上事儿了。那悬崖峭壁之上，不知道怎么冒出个糟老头子，宛如幽灵，没有神智，只是不停地在呼唤小宝，就跟前不久小四遇见的鬼新娘一样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就开始运动。可这一次达摩就在几米外盯着呢，哪能重蹈覆辙？他一出面，对方就仿佛是知难而退，瞬间消失不见。达摩晚上在这处山崖徘徊，只见幽冥阵阵，鬼火森森，心里似有所悟。离开后，几人投宿于客栈，却不料一个大敌正在赶来。半夜3更，众人正在熟睡，客栈里来了2个新客人，不是三藏师徒是谁？跟着小儿上楼，三藏眼睛绿光一闪，就看到了房间里的达摩，而达摩也在冥想中睁开眼睛，今晚怕是不能平静了。三藏在自己房间里盘膝打坐，手执念珠，念诵般若真经，施展无上妙法。只见道道白气穿墙入室，袭击正襟危坐的达摩。三藏手中念珠不停，达摩也双手合十，皮肤焕发红光，运气佛门内力抵挡，双方你来我往，隔墙相互比拼，当真是惊险无比。两人的功力不相上下，竟然就这么相持了一夜，直到东方破晓也没能分出胜负。随着日上正午，大日如来的力量达到最高峰，达摩福至心灵，大乘佛法通天彻地，转手为攻，释放一股金芒。三藏一时不察，被直接打倒在地，怒火冲天，撞破窗户飞向天空。达摩也一样，飞出窗户，在他的身后紧追不舍。两人于空中大战了数个回合，最后相互借力，落在房顶之上。隔墙斗法始终不算畅快，既然一夜未能分输赢，那就再斗他一个白天。达摩权杖重重插入房顶，4人组里的女孩听见动静出来查看，只见达摩身体散发金光，对面的三藏绽放绿芒，两人嘴里念叨个不停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语速越发急促，光芒也越发壮大。最后三藏忍不住率先出手，扔出贴身念珠，而达摩也将权杖甩飞对敌，两人的法器在空中盘旋。达摩与三藏念咒掐诀，斗的是热火朝天。半刻钟过后，力量达到了最高峰，两人尽力一搏，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，差点把客栈给掀起来。看得女孩高小禅紧张不已。随后三藏将法器召唤回来，达摩也接住自己的权杖，功力算是不分上下。可三藏怎么肯善罢甘休，心思一动就要再起念珠，可达摩有无上金光护体，直接将法器打碎。三藏震惊不已，这达摩的功力通天彻地，知道讨不了好，他也只能气呼呼的离开，带着徒弟灰溜溜跑路。本地势力的广智老和尚看见，心里又不知道憋出什么坏主意。另一边，达摩刚击退劲敌，手底下的小孩就犯了毛病，浑身发热，怎么也醒不过来。众人焦急不已，达摩却若有所思。他带着小宝来到那天遇见幽灵的地方，这里的石头上写着字，联系那一天的怪事，肯定有原因。众人呼唤了许久，一个老头从石壁里显露身形，在他的施法下，小宝很快便苏醒。而老人不是旁人，正是小宝的师傅药师。他修行圆满，脱离世俗，在此镇压妖气。徒弟路过之时，感应到气息，这才不由自主地出来呼唤。眼下小宝跟随达摩大师修行，算是得了天大的好处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他也能放心了。说罢，依依不舍地放开小宝，回到山崖中继续镇压妖气。达摩4人这几天可算是历经磨难，每个人都仿佛受到因果缠身。3个男人先后遇见麻烦事儿，女孩高小禅的劫难也很快到来。那老秃驴贼心不死，始终没有放弃舍利子的归属，这里毕竟是他的地盘。南朝480寺，广智所在大法寺首屈一指，平日里蛊惑皇帝参合朝政，那都是小菜一碟。老和尚深知凭借自己的本事奈何不了达摩，所以便决定借助官府的实力智取舍利子。达摩不远万里从天竺赶到中原，为的就是传播大乘佛法。梁武帝这么个好佛的皇帝召见，哪里有不去的道理？轻轻松松，达摩就被调虎离山。而他前脚刚走的功夫，一个不要脸的老和尚就从暗处窜了出来。几人没有武艺傍身，怎能抵抗？想逃跑，大门也被堵
住，只能乖乖沦为阶下囚。今天要是不交出舍利子，就别想站着出去。另一边，达摩拜见梁武帝，三藏自然不会坐视不管，他利用秘法放出一只邪恶蝙蝠，潜入皇帝梦境，让对方身体不适，不能见人。达摩也只能无奈地离开。临走之前随意一瞥，当真是邪气森森。回到分别的破庙，达摩没见到人，刚准备回客栈，却踩到了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，竟然是舍利子，大事不好。另一边，一群死秃驴翻遍了客栈房间，可怎么就是找不到东西。小四被打得口吐鲜血，达摩能及时赶到拯救他们吗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